我嫁给裴家大郎没几天，他就病死了。少年从军的裴二郎代替兄长签了放弃书。嫂嫂，这是放弃书，我哥走了，你没必要困在这里，走吧。我若走了，罢了。小姑年幼，太母也需人照顾，放弃书我先收着。二叔且放心去军营，待日后咱们都安顿下了，我再离开不迟。好。5年后，小姑读了私塾，二郎成了将军。我在县城卖豆花，街上有个秀才待我极好。我准备跟回家省亲的二郎商议，我也该有个归宿了。快看，那是哪来的兵？裴二郎回来了。二叔，县里的陈秀才待我甚好，我想嫁给他。二叔放心，成了亲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我可以继续做营生，还能照顾小姑。二叔，你想嫁人了？我比那秀才强多了，你试试。13岁那年，我爹为了5两银子的赌资，把我卖到了大庙村裴家。好听点叫说亲，难听点就是卖女儿。裴家曾是宽裕人家，靠着裴老爹做豆花的手艺起家。可自打裴老爹病死，伙计卷了生意跑路，这家里就塌了天。沈娘落下了弊症，大郎哥又染了肺痨，只剩下孤儿寡母，守着这点家底过活。大郎哥，喝点萝卜水润润喉。小玉，你忙了一天了，快去歇着吧。不累的，大郎哥，我在家时还要去山里砍柴、下田锄地呢，这比在家里强多了，早就习惯了。这几个字，今日可认得了。大郎哥是个读书人，若不是身子拖累，早就考取功名了。这2年，我不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还认得了不少字。玉娘，你来家2年了，这镯子给你，我想着挑个吉日，把你和大郎的婚事办了。娘，这婚事我不同意。我的身体自个儿知道，怕是不成了。莫要害了玉娘，她在我心里跟小桃一样，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。沈娘，玉娘啊，你跟沈娘说句实话，你还愿不愿意嫁给大郎？沈娘，当初买我不就是要给大郎哥做媳妇的吗？玉娘啊，莫要怪我，我们家全指望你了。玉娘啊，大郎起不来身，只能让二郎替他在祖宗面前跟你拜这一拜。一拜天地。我来裴家2年，这是第一次见裴二爷。他比我大2岁，听说自幼顽劣，15岁失手杀了人，被裴老爷散尽家财送去从军。没想到再见时，竟是代替兄长与我拜堂。二弟，这婚事不作数，待我死后，你替我写封放弃书给玉娘，莫要误了她一辈子。朝为天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莫道如观物，诗书不负人。大郎走后半年，沈娘也跟着去了。一场风寒要了她的命，走得很急。这个家就像这冬天的树叶，落得干干净净。哎呦，二郎回来了，正好正好。如今大郎都没了，沈娘也没了，这日子也没法过了。赶紧把放弃书贴了给我，我也好带闺女回家。闺女，爹不赌了，爹改邪归正了。爹现在买了驴做车把式。我那短命女婿死了快1年了，你才16，留在这守活寡算怎么回事？跟爹回去，爹托人重新给你说门好亲事。你真的不赌了？真不赌了。那你发誓，你要是骗我，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，烂手烂脚烂舌头，死后被扔乱葬岗无人收尸，然后被野狗啃食。薛玉，反了你了，有你这么咒老子的吗？不赌了？你这种老赌鬼的话能信？什么说门好亲事？你怕是要将我骗回去再卖一次吧？从前我年纪小没别的出路，如今这种基数还想糊弄我？骗鬼去吧！死丫头，你给我回来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二丫，你别哭了，你嘴脸那么大，我害怕。二丫，我裤子湿了，你能帮我换吗？太母，你怎么又尿裤子了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你能帮我换裤子吗？我不会，我要嫂子，我想嫂子。那二郎有个啥用？连媳妇儿都留不住。要不是他，咱们俩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别哭，太母早就有主意了。等天黑了，咱们就离家出走。这个家是待不成了。那鳖孙儿不是好人呐。嫂子，玉娘啊，我裤子湿了，还没有换。这一老一小，我怎么放心得下？这个男人平时杀伐果断，此刻却被一团面打败。二叔，我来吧。二叔，吃饭了。小姑年幼，太母也需人照顾。二叔若是回军营，
可想好了如何安顿他们？我打算将他们托付到西坡村朱家。朱家，那是裴家嫁到西村的姐姐裴梅的婆家。可我在西坡村长大，那朱家人视钱如命，对佃农动辄辱骂，就是个火坑。娘呀！自从裴家没钱了，他连门都不登。最后一次见他，便是娘和大郎死的时候，穿金戴银，却只有满嘴的假惺惺。裴二郎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要我把照顾了3年的小桃和神志有些痴呆的太母送进那个火坑，我不放心。二叔要托付朱家，想来朱里长是乡绅，为了面子也不会拒绝。可不知你是否清楚，姑姐虽是朱家长媳，嫁过去多年，仅生了个女儿，朱家婆母多有怨言。听说朱家姐夫早已纳妾，姑姐的日子实则并不好过。既是如此，咱们也不必给姑姐添麻烦了吧。放妻书我先收着，二叔且放心去军营，我留下照付家中，待日后小桃和太母都能安顿好了，我再离开不迟。二叔意下如何？好。钱匣子13两6钱，还有沈娘留下的玉镯，全没了。裴二郎刚回军营没几天，家里就被翻了个底朝天。我爹薛守仁，他假意来看太母，把家里偷个精光。嫂子，你做什么？去县城要债。玉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你爹！跟我去衙门！威武！好个薛玉，你如今虽是裴家妇，亦是薛家之女，大处奉孝，子告父同罪为逆。若执意要告，断案之后要痛打你20大板，你可还要告？告！我要告薛守仁，伙同赌坊之人卖发妻至司靠，害我娘李氏悬梁自亡，侵吞她的嫁妆。你可有证据？李氏死时民妇7岁，没有证据。那便是口说无凭。那民妇就要告薛守仁一女妄想二脉，坏了官衙规矩。大唐之上明镜高原，本老爷不会偏袒任何一人，但薛守仁偷盗，皆因你是裴家之妇，事出有因，本老爷就判他归还了裴家钱财作罢。他没有钱，他都赌光了。那就让他立下债据，有县衙门作证，抵不了赖。如果他就是要抵赖呢？那本老爷就治他个欺罔之罪，吃杖入狱，退堂，拉下去，薛玉领责20。忍着点，丫头。20板打完，虽然疼痛，但并未伤筋动骨。薛守仁在一旁按手印立债据，随后被轰出衙门。这是治伤的药，拿着。多谢官爷，为何对我手下留情？我与你公爹裴长顺是老相识了，自打他摆摊卖豆花起，我们就认识。这钱拿着，那儿有辆驴车，别走着了，雇车回家吧。赵大叔，谢谢你。今日虽受皮肉之苦，但这债据立下了，薛守仁便不敢再轻易造次。哪怕二郎不在，我也能护住这个家。何况这世道虽难，却也总有好人在。玉儿，爹没有卖你娘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是欠了赌场的钱，人家讨债，你娘分明有嫁妆，死活不拿出来。我就是吓唬她几句，要卖去私吞子，谁知道她性子那么烈。又是这些话。7岁那年，我看着我娘吊在房梁上，那双悬空的脚晃啊晃。爹送你去裴家，也是想给你找个好去处。滚！以前我不懂人为什么活着，后来到了裴家，我想明白了，世间疾苦，能活着已是上上签。大郎没机会了，我有，我要安身立命，我要活出条路来。回裴家后，我在床上趴了1个月，这期间裴小桃一边打着哭嗝儿，一边手脚笨拙地听我指挥忙活。后来连太母尿裤子，她也能屁颠颠地跑去帮忙换了，甚至还因为此事有了成就感，每天没事就巴巴地望着太母。二丫，你老看着我干嘛？别这么看我，我害怕。太母，你渴了不？喝点水。我不渴。不，你渴。待到我勉强能下地，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。我好不容易养起来的2只下蛋鸡，被裴小桃私自拎去找邻居吴寡妇帮忙给宰了。哎呦，裴家这是啥条件啊？欠着债还吃鸡呢？阿嫂要补身子嘛，家里还有1只呢，过2天我还来找你宰。你别馋，鸡屁股全都留给你。拿着吧，我看你们的米缸都能照镜子了。多谢嫂子。谢啥？我说你也别死撑。那个裴梅不是嫁到西坡村朱里长家当少奶奶了吗？让这丫头去借点银子啊，那是亲姐姐，还能看着亲娘饿死。小桃啊，你也看到了，大户人家规矩多，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那个薛玉是不是故意把你支来的？吃，就知道吃。瞧你那穷酸相，我是绝技不可能留你和太母的。裴家最后那点银子我没拿一文，谁拿了找谁去。回去告诉薛玉，别装模作样和他爹演戏，想把你们甩给我。做桃，姐姐这么做是为了你好。
你和泰姆是一定要留在裴家，否则咱家的宅子也留不住。怎么了？嫂子，裴梅真是咱姐姐吗？我娘生她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把她掉坑里去了？驴屎蛋子一面光，其实里面还是屎。她说她的，我拿我的，总不能白跑一趟。二丫就是有出息。下次我还去，泰姆，下次我带你一起去。好，咱们都要有出息。咱们一定有出息！拉钩，日落之前必须赶回来，不然我就扔下泰姆跑去寻你。好，日落前必回。既然借不来，那就自己挣。去了县城才知道，那些斋官茶楼根本不缺人，管事的在狮子巷一吆喝，一大帮婆子妇人抢着干，挤都挤不进去。我去了几日，厚着脸皮挨个铺子问有没有活干，最后在一家医院帮忙撵了2天药，又跟着京云布庄搬了1天货。掌柜的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搬货怎么不找那年轻力壮的伙计，非找我们这没什么力气的姑娘？那些男人粗手粗脚的，碰坏了怎么办？都给我仔细着点儿，磕了自己也不能磕了这些布。嫂子，馒头还热乎呢，真香。剩下的明天你和泰姆热一热。嫂子，你怎么不吃？晌午不捉管饭，我足足吃了他3大碗饭。玉娘，你真有出息，下次争取吃他4大碗。用的太少了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二郎说军饷隔2个月才寄一次，这才过了几天。小妹和泰姆就有劳嫂嫂在家中照看。他从未叫过我嫂嫂。定不负二叔所托，定不负所托。结果人家前脚刚走，我就把家里照顾得快喝西北风了，心里有愧，便更加不敢停歇。天还没亮，便要去县城寻活路了。抄书了，抄书了，字迹工整即可，抄10张1文钱。一上午都没找到活计，虽然肚子里没2两墨水，豁出去了。我真是太高欠自己了。虽然大郎教过我识字，但这字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啊。你写的可真好。抱歉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这虫字，鹤飞举万里，翼飞穷浩苍，意为直飞向上的意思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我看大家抄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书色为何要抄这么多？此乃京中康王殿下的新词集，如今风靡华境，各路州府争相表现，都想在康王殿下面前露脸。姑娘放心抄，字写的差一些也不要紧，书函也只是做做样子，给驼传究俊看，其实根本卖不出那么多，那就好，不必客气。多谢公子指点，人家下笔如有神，我这是硬着头皮遭罪。姑娘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垫一垫。谢谢，我真的太饿了，就不跟您客气了。为了这1文钱，手腕都快断了。给，再熬半个月，裴二叔应该就能寄钱过来了。不行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还得先想办法活下去。赵大叔，赵大叔留步。哟，丫头，怎么了？那个，能不能跟您借1贯钱救救急？等裴二叔的军饷到了，立马还您。哎，我是看在你死去公耶的面子上才借给你的，你可得记得还。我家里还有个瘸腿的闺女等着吃药呢。赵大叔放心，我一定还。薛玉是守信之人。裴家的家书和饷银。终于到了，4两银子，这可是救命钱。太香了，嫂子，我舌头都要香掉了。感谢我二哥，感谢他祖宗18代。傻丫头，你二哥的祖宗不就是你的祖宗？手里有了钱，我没再去县城找活。既然裴家从前的家伙事儿都在，狮子巷那么热闹，为何不重操旧业？玉儿啊，做豆花看似简单，实则讲究。泡豆要看时令，瓦缸不能上釉，磨出的浆要搓到发赏，用细布滤2遍，才能白花花、嫩乎乎。嫂子，你好厉害！你怎么什么都会？二哥都寄钱过来了，咱们省吃俭用，足够温饱了。嫂子，你这么辛苦做什么？不能全指望你二哥呀，他在边疆从军，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手里宽裕些。他在那边打点关系，吃穿用度也方便。若把钱都寄回来，他就会很拮据。人活一世，解决温饱的同时，得多攒点钱，日子过好了，心里才踏实有底气。那嫂子，你攒了钱想做什么？那可多了，我想送你去读书，给你和泰姆裁制新衣裳，让咱们家每天都能吃上烧鸡和酱肉。人要往高处走，等这些都实现了，接着我还想给你攒份厚厚的嫁妆。为什么给我攒嫁妆？你怎么不攒嫁妆？
我已经嫁过了，我是你嫂子。那为什么不给二哥攒嫁妆？他年纪比我大，应该先给他攒。以你二哥的本事，他应该不需要我们给他攒嫁妆。为什么？他很厉害吗？很厉害吧？我觉得他将来极有可能出人头地，说不定能做个大将军。那我呢？嫂子，你觉得我将来能做什么？你呀，说不定能登天子堂，像秦良玉和冯辽一样，做个女官。我这么厉害吗？对，你特别厉害，特别有出息。说着说着，连我自己都快信了。这日子总得有个盼头。到时候你在华京有了官邸大宅，可别忘了接嫂子过去享福。我也沾沾你的光，找7、8个丫鬟小厮伺候着。啊，我给你找100个。嫂子，快攒钱！豆花很嫩，但这味道差了些，比不上你公爹的手艺。差了些。正宗的裴氏豆花有别人做不出的味道。当年你公爹铺子里的伙计出来单干，1年都撑不下去。这云安县的人嘴都被养刁了，狮子巷也不是没人卖过，生意不好。1碗面15文，1碗豆花要20文。生豆价格摆在那儿，卖便宜了不赚钱。若卖20文，就必须足够好吃，否则大家伙宁愿去吃面。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，出师未捷，但我不能放弃。若说还有人知道裴家豆花的方子，那一定是嫁到朱家的裴梅。小气，不就拿了他几回糕吗？至于闭门不见吗？几回？我不是说了不准再来吗？你又来他们家拿糕点了？来了，连吃带拿。最后一回还被他婆母看到了，你没见他婆母脸色有多难看，我还很懂事的问他是不是有病呢。又是你们，不要再像块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们家奶奶了。我们奶奶说了，那什么方子她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一个外人。谁稀罕跟你一起做生意？笑死人了！知道我们奶奶什么身份吗？以后不要再来了。谁死了？什么谁死了？你胡说什么？不是你说的笑死了人吗？还有，你不要用鼻孔瞪我，窟窿眼子太大了，我害怕。你鼻子好像歪了，记得找大夫看看。五香斋的芝麻酥，给你们带的。阿香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那日你和我爹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你是放弃了，不想开铺子卖豆花了？不是不想，是没法子，方子找不到，味道不对，做出来也没人买。你为何不去问二郎？二郎，兴许你姑姐是真的不知道，裴伯伯是生意人，这种秘方想来只会传给儿子，毕竟女儿将来是要嫁出去的，怎么会把看家本领带走？二叔也不见得知道吧，他很早就不在家了，不问又怎么知道？问一下吧。现在就写信，我一会儿回县城，顺道带去邮驿。写好了。这字写得丑也就罢了，内容也过于直白了吧？字里行间一点亲人之间的关切都没有，全是生意。那怎么写？在最后加上一句：边疆苦寒，二叔定要保重身体，盼平安归家。薛玉，我与你同岁，一样是阿娘早逝，而且我是个瘸子，我爹总张罗着给我寻一门好亲事，可我知道我能找到什么好人家呢？好人家的儿郎哪里会愿意娶一个瘸子？可我爹偏不信，他给我攒了100两的嫁妆，破家穷点也无妨，只要夫婿对我好就成。他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天真，谁若愿意娶一个瘸子，焉能不是冲着这100两嫁妆来的？薛玉，你若想卖豆花，我可以把嫁妆拿出来帮你开铺子。100两，全部？你先不要拒绝，我没有别的目的，要的也很少，我不贪心，我只想有一条出路，我不想嫁给那些在背后骂我死瘸子的男人。信寄出去已经1个月了，还是毫无动静。阿香说她会回信，恐怕是高看我了。在外人眼里我是裴家劳心流力的寡嫂，但在裴二娘眼里，放弃书都签了，我终究是个外人吧。他又怎么会把裴家秘传的豆花方子告诉我？嫂子，你想差了。怎么差了？我二哥将来可是要做大将军的，而我将来是要做女官的。咱们裴家日后在华京会有官邸大宅，100个丫鬟小厮伺候着。登了天子堂，谁还回来卖豆花？所以那什么方子根本不重要。就在我打算放弃时，裴二郎的信连同银子一起寄过来了。裴家的信，还有玉票。没想到他的字写得这样好，竟然真的把方子写给我了。嫂嫂亲戚，裴家豆花之妙，一为卤汤，二为3合油。裴家之油乃香麻油、鸡油、猪油3种蜜炼而成，另卤汤中若置入鸡杂慢炖，味道更鲜。他当真是信任我，把我当亲嫂子带的。这铺子不算大，以前是个酒肆，不过你看，
东厢还有间放杂物的屋子，厨房也现成。我最中意的就是这儿。原本我是打算推车支摊的，可那样起早贪黑，太母和小桃放在家里我不放心。是这个理。如今有了这铺子，咱们全都可以搬到县城来住。2楼2间房足够了。阿香，开这间铺子几乎花光了你所有的嫁妆钱，万一亏了本，怕什么？我爹尝过了，都说味道和从前差不多。裴家的豆花还怕卖不出去？阿香说的没错，仅仅2年，我们就收回了全部的本钱。老板娘，再来一碗。好嘞，稍等。因赵大叔的缘故，我们把生意做到了街上，巡街捕快也睁只眼闭着眼。赵大叔担心女儿被欺负，没事就穿着衙役官服在狮子巷走动。太母平时就坐在店门口颤巍巍的晒太阳，逢人就问吃了吗？第3年了，抛去日常花销和供小桃读书，竟还攒下了50两银子。很早之前我就告诉裴二郎，铺子赚钱了，让他不必再寄军饷回来，自己在军中多留些开销。他确实不再寄钱，但也极少回信。裴二郎就是这样的性子，他的疏离是刻在骨子里的。薛娘子，军爷，今日有信？没信，我是顺道问一句，你要不要给你家二郎寄些蟹袍、护膝之类的御寒衣物？怎么突然？这2日我们就要出发往北边去了，那边要打大仗了。塞北蛮金和铁勒结盟，破了界北关，屠城好几百人。天子震怒，下令出兵。那边现在冷得很，要寄的话，抓紧送来驿站。既然要打仗，外面必穿铠甲，穿在里面的袞袍不能太厚，否则行动不便，但又必须暖和。裴二郎身高约莫8尺，身形匀称，应该是这个尺寸。劳烦军爷，都在这里了。还是家里有人好啊。军营里虽发冬袄，但那尺寸哪有合适的？里面的棉花也薄，只能勉强冻不死。竟是这样艰苦。有条件的士兵，家里给做袞裘寄过去，那可是这一冬的宝贝。你这包裹若是寄到了，不知要引来多少羡慕目光。再不济，护膝夹袄总是要有的。你看，每年冬天，我们驿站收到最多的就是护膝夹袄。每年？对啊，你不知道，这仗若是打起来，可不是10天半日能完的事儿。冬天那风刮起来跟刀子似的，顺着缝往衣服里钻。要不那帮胡蛮子怎么拼了命想占咱们地盘？每年冬天对他们来说最难熬，对咱们弟兄也是一关啊。裴二郎年少从军，距今已有7年。自打我嫁进裴家，从未见婶娘给他寄过半件衣物。他在那边，这7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此后每年我都会为他缝制更好、更暖和的气球。寄衣服过去的时候，通常也会附带一封家书：太母身体康健，小桃上了私塾，铺子生意兴隆，家中一切安好，二叔勿挂念，盼平安归家。二郎的回信中只有一个好字。铺子里的豆花越做越好了，街坊都说有当年裴大伯的手艺。我们如今还卖鸡杂汤，15元一碗，里面有粉，可以泡饼，冬天吃一碗很暖和。带二叔回来可好好尝一尝。边关战事吃紧，原是没打算能收到裴二郎的回信的，结果书信寄出后，有意用来了他的信。二郎的回信中往往就是一个好字，但就这一个好字，也让家中足够安心。薛娘子，大喜事儿！赵大叔，可是边关有消息了？大楚完胜，胡蛮子被赶跑了，圣上龙颜大悦，下令犒赏3军呢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听说特许了一批士兵返京探亲，估摸着快了。快看，那是哪来的兵？裴二郎回来了，那双眼睛黑沉沉的，只看一眼心里就发慌。二叔，嫂嫂，这定然就是咱们嫂嫂了。见过嫂嫂。各位军爷不必多礼，折煞民妇了。不，嫂嫂才是不必多礼，咱们几个才真是愧不敢当。若不是您那封家书，咱们几个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来吃这碗豆花和鸡杂汤呢。将军一诺千金，答应了带咱们来，我们就真厚着脸皮登门了，还望嫂嫂莫要介怀。我被他们的话整得摸不着头脑，虽不明白，但听懂了他们是要来吃豆花和鸡杂汤。不卖了，不好意思，各位街坊，薛玉改日向你们赔罪。今日我家二叔回来了，还带了咱们大楚刚刚从边关厮杀回来的好男孩，烦请大家下次再来吃。今日所有账单全免，我们要招待贵客。军中汉子能吃，几乎每人面前都垒了好几层碗。慢点吃，后厨还有呢，管够。嫂子，将军真没骗人。
这豆花绝了，比那干粮强了1万倍，这才是人吃的饭。我就说吧，这可是全云安县最好的手艺。想起边关那3年，冻得尿都能成冰溜子，那帮胡麻子诡计多端，跟耗子似的，嘿，再狡猾也顶不住咱们裴将军带人冲杀。最后怎么样？还不是被咱们杀得干干净净，全赶出沙湖口了。嫂子，还有豆花吗？有，你要多少都有。劳烦嫂嫂，多摆几碗放着吧。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回来。当初说好的，打赢了一起回来吃嫂嫂做的豆花。这4个都是光条汉子，家里没人了，圣上许了探亲假，他们也无处可去，我就带回来了。探亲的消息一传回来，我就回大庙村收拾过了，屋子都干净，够他们住。我知道，你费心了。放心，即便没地方住，他们也不会亏了自己。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不住家里还能去哪儿？我去就回。去就回。他不住村里，也是。刚回来还没正式拜见太母，也没见着小桃。原本2楼是我和小桃住，太母病后，小桃搬去楼下照顾太母了。这空出的一间放了杂物，二郎若是住这儿，2间房挨得太近，实在不便。二哥，听说你如今是大将军了。嫂子果然没有骗我，她一早就跟我说你最厉害了，肯定能当上大将军。这丫头怎么什么话都往外抖？小桃，功课如何了？经史记、八股文背一段听听。啊，二哥，你怎么也会这些？难道在军中也要读书吗？那是自然，营中善学者要送去军师处授课。若人人都不识字，如何看得懂兵书防图？二哥一路辛苦了，这些以后再说，快上去歇会儿吧，衣服都脏了，换下来洗洗。那个，二叔也要住在铺子里吗？不然呢？楼上不是有空房吗？嫂嫂没准备我的住处。哪能呢？准备了的，只是以为二叔要和韩小将他们同住呢。跟他们同住什么？回家了，自然是要和家里人待在一起的。楼上那空屋子乱得像猪窝，连被褥都没铺，这可怎么整？去！刚考你2句就跑，快去帮忙收拾桌子。二叔，跟我来吧。家里都是女眷，所以布置的有些俗气，二叔别见怪。无妨，很干净。我来吧。这还是去年我给他做的那件。靴子也脱下来吧，我一并拿出去晒晒。二叔先歇会儿，等晚上烧了热锅再洗澡。我给你做了件新的戒球，就差缝个边了。待会儿我收尾，刚好等你洗完澡能穿。二叔这次能在家住多久？月余。之后还是要回边关吗？不去了，调令已下，要回华京长安营任职。华京？那天子举下，二叔这是飞黄腾达了呀，真好。听说京中繁华，满大街的人都穿绸缎绫罗，那承天门的匾额是金子做的，还有那3重山上的古塔，站在上面能看得到咱们大楚每一个州郡。待安顿下来，再接你们过去。接我们过去，接小桃和太母是自然，我就罢了。若我一直是他寡嫂，自是可以跟去享福。可我没准备在裴家守一辈子寡，人与人的缘分是有定数的。我都20了，该为自己的下半生盘算盘算了。比如那位陈秀才，那陈秀才虽家贫，但也是个知冷知热的实诚人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玉娘，你觉得我真能考上吗？我连乡试都没考过。能，你年纪轻轻，学问又好，总会考上的。我其实乡试那天身体不适，冷得厉害，我觉得我原也是可以考上的。对吗？所以要用功读书，也要好好吃饭，该是你的终归还是你的。玉娘，我会的，下次我一定能考上举人。如果我考上了，你能不能看一看我？看你什么？我想娶你做娘子，可现在不成，我家徒四壁。我是个寡妇。我不在意，玉娘，我真的不在意。我觉得你好，所以才想娶你，跟你是不是寡妇没关系。行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应该把心思用在下次考试上，待你考上了再说。那感情好，二叔先歇着，我先下去了。自打裴二爷回来，这原本生意就不错的豆花铺子，如今更是门庭若市。先是县城，后是府尹，连路过的蚂蚁似乎都要停下来看一眼这位传说中的人物。大人，您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仗二叔赢得有多狠。那一战，他与镇北大将军皆是里应外合，夺下伍子县。是否留下，以此要挟胡藩？或许多此一举。大人的意思是全部屠杀，焚
收干净。这消息传回华京时，文官们骂他冷血，甚至有人说他与蛮人无异。陛下，大楚向来优待俘虏，裴二郎屠杀妇民，有伤天和。哼，陛下，当初平城为何失守？因为士兵可怜一个蛮人小孩，结果被他在水源投毒。几千负米里，谁敢保没有心怀叵测之人？臣复议，战场上的仁慈就是把刀递给敌人。朕知晓了，传旨，封裴义为武卫将军，赏黄金1000两。爱卿战功赫赫，朕想给你个更大的体面。听说你家中还有年迈祖母和一位寡嫂，朕欲封你家中女眷一位诰命。臣谢主隆恩，但这诰令臣不能要。哦，这是为何？家中寡嫂操持家务确实辛苦，但臣拒绝。罢了，朕还有一问，与你一同回来的将领，朕都早早封赏了，唯独迟迟没有召你，你心里可有怨言？有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臣本打算解甲归田，回家卖豆花了。若陛下再不召见，臣这生意怕是要耽误了。嫂子，这事儿准没错。镇北将军冯继荣那是多大的人物，宫里冯贵妃的亲哥，康王殿下的亲舅舅，连太后娘娘都得喊他一声侄子，真正的皇亲国戚。他相中咱将军了，有意把嫡出的小女儿许给将军。这冯家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世家小姐自然是好的，只是听说因为是嫡出幼女，家里宠得厉害，心气极高，骄纵了些。嘿嘿，不过嫂嫂放心，在咱们将军面前，他就是只母老虎也得趴着。听说将军出去冯家，那位冯小姐本想给他个下马威，结果将军压根没搭理他，反倒是冯小姐见了人直接呆了，现在连门都不出，说是正在家绣花养性子呢。二叔出身寒门，即便配得世家贵女，我也怕他被人轻视了去。既然能镇得住，那便是极好的。嗨，谁敢轻视他？那可是裴义率1000兵马赶过浑河，一声令下屠了几千蛮人妇孺，这份魄力，京城里哪家公子比得上？虽知他是为了大局，可每每听到这事，心口总像堵了团棉花。妇人终归是妇人，受不住这般狠戾。裴家二叔当真是个心狠之人。二哥，你又喝酒了。如今二郎的身份，少不得有很多宴请。我打算给他做2件袍裳。从前是按照自己的眼光来，如今他回来了，也得要问问他的意思。二叔，嫂嫂还没睡？我下午去布庄选了几匹料子，想给你做2件袍衫，你看看这颜色如何？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还多买了2匹别的色。你来做主就好。二叔喝酒了，我去楼下煮碗糖茶水，你先坐坐，解解酒气。裴家二郎性子向来冷，但我总觉得这次回来他待自家人亲近了许多，偶尔也会有笑意了。二叔，糖水煮好放桌上了。不是做衣服吗？不量一下尺寸？哦，你身上这件不合适吗？有些紧。紧吗？那我把腰身放一放就可以了。量一下吧，肩背那儿也有些紧。二叔见谅，腰身这里我用手来量下吧。有劳了。这就是习武之人的身子吗？身上酒气与凌冽气息交织，让人心口发颤。雪玉，那是怎样的眼神？我似乎错过了什么。肩背还没量。二叔，你和韩小将他们回来那日说的信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若没有那封信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来竹州郡吃豆花呢？我们设计攻下五字县的时候，派了一队人马绕到浑河。当时天寒地冻，连着下了好几日的雪。没想到半路遇上铁勒人的大批人马扎营，敌众我寡，打起来胜算很小，而且耽误要事，所以我带着他们渡到了鹿山。铁勒人扎营3日，我们就在鹿山冻了3日。太冷了，第一天夜里死了10几人，第2天几百人，到了第3天，将军，我不行了，太冷了。别睡，都给我把眼睛睁开！听我说，我们裴家在亳州郡云安县开了一家豆花铺子，如果你们能活下去，日后我带你们去吃豆花，还有热腾腾的鸡杂汤，肉管够，汤管饱。君骗人，哪有什么豆花？
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。我没骗你们，我身上刚好有家里寄过来的信，我现在就念给你们听。家中一切安好，太母胃口不错，唯小桃读书不用功，铺子里的豆花越做越好了。街坊都说有当年裴大伯的手艺。我们如今还卖鸡杂汤，15文一碗，里面有粉，可以泡饼，冬天吃一碗很暖和。待二叔回来，可好好的尝一尝，盼平安归家。二叔，行军打仗难免遇到各种突发情况，那是没办法的事。不，有办法。我们有马，把马宰了躺马肚子里，或者饮几碗马血，都不至于死那么多人。可是，一旦那么做了，势必要耽误军令，斩杀战马更是罪责一桩。所以，是我在军令和担责之中，选择了舍弃他们。这不是你的错。那种情况下，没人知道哪种抉择是正确的。斩杀一匹马容易，可开了这个头，你们也不见都能活下去。二叔，我信你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的。军令如山，历来如此。对，下令屠杀几千妇孺，也是深思熟虑过的。虽然很残忍，也很可怜，但是错不在你。那么错在谁呢？错在他们是胡人，我们是汉人；错在他们想吃饱穿暖，我们也想耕地种田，本就是拼杀的死局。你非要说出个对错，你若是错了，别人做的也不见得是对的。谁又不是天上的神仙，哪里能滴水不漏？木瓢用久了都开裂呢。好了，哭什么？不说这个了。我今日在府台大人府上见到了徐县令。然后呢？然后听说了你当年拎着菜刀把你爹告上衙门，还挨了20大板的事。是呢，那时冲动，做事不够周全，不仅钱没要来，挨了板子，还被人骂是不孝女。仔细想来，真是得不偿失。何人敢乱嚼舌根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议论起来本就说什么的都有，随他们说去，我又不会少块肉。遇到了那样的难事，为何不写信告诉我？说这个做什么？好没意思。二叔在军中也不易啊，我瞧着韩小将他们的花销也没少使银子。没有，我花不了他们那么多。提到韩小将他们的花销，我想起前2日那桩尴尬事了。二叔，韩小将他们呢？没来找我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我方才买菜，分明看着他们进了狮子巷。不必管，随他们去。那怎么成？既来了狮子巷，咱们定要招待的。我菜都买了，二叔既然知道他们在哪儿，就去叫一声吧。不叫。他们到底在哪儿？你不去，我去叫。秦楼。自从二郎归家，我倒是轻松了许多。他每日晨练，起得比我还早。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纵然他从前是家里卖豆花的孩子，如今已是京官，怎可再干这种粗活？下次我一定更早起，先把活干完。这不是一个寡嫂该看的。二郎，爹娘走得早，大郎也。如今二郎出息了，我这个当姐姐的真是深以为荣。张口闭口都是死去之人，怎么不问问活着的人怎样？二弟此话差矣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接小妹和老太太去朱家享福的。我早便说过，太母和妹妹在这种地方受苦实在不该。当初我就提议接他们去朱家，只是你姐姐不肯。是啊，家中还有二郎和嫂子，我若把老的小的都接走，留你们姑嫂寡叔，旁人该如何议论？我是怕你们被人指指点点，这才一堆冠冕堂皇的话，倒好像全是为我们着想一般。唉，听闻太母她老人家身体不太好，阿梅自幼是被她带大的，想尽尽孝，接去颐养天年。二弟还要去京中复职，路途遥远，就把人交给我们吧。不必，我会把他们全都带去。你要带他们去华京？连他也带去？你有意见？没有。那就回吧。二郎，听说你赴了府台大人的宴，一定也见过徐县令了。他们衙门前不久有个教义的空缺，你可否去说一下，让你姐夫去顶上？县衙教义是县学的考官，
非举人不可任。朱家公子连个秀才都没考上，竟敢开这个口。你想去衙门任教？是你姐姐想让我去。她是个没脑子的，你脑子也没了，不清楚自己什么斤两。二叔喝茶吧。你看，从进门到离开，他未曾开口问过太母一句，也没说要去看一眼。然而他自己也知道，小时候太母最疼的就是他。薛玉，我当年并非不知他是怎样的人，只是没有法子罢了。好在那时有你，否则我怕又是难逃罪责了。二叔，你怎么又叫我名字，连叫2次了？我是做错了什么？怎么突然得不到家中小叔的尊重了？嫂嫂，将军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得赶快。突然让回去，可是京中发生了什么事？据说是长安军营查出了走私军火的案子，数额太大，牵连甚广，所有人都需回去接受盘查。哎呀，这可是件大事，二叔可要谨慎一些。不必紧张，我尚未复职，也卷不到什么事里去。京中虽然繁华，但听人说官场诡诈，平安无事最好，否则还不如做个地方官，逍遥自在。那如何比得？华京随便派来个官，地方官员都要抖一抖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没什么逍遥自在，倒不如往高处挤，砥柱中流，反而站得更稳。二叔言之有理，是我目光短浅了。拿着。这是什么？多少？1万两。二叔哪来的钱？放心，不偷不抢，皇上给的赏金，我给换成了银票。二叔收好了。你来收。这如何使得？如何使不得？那成，我先帮二叔收着，待二叔和冯小姐成亲了再交给。薛玉，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冯小姐？哪里来的冯小姐？谁在跟你乱嚼舌根？不是镇北将军府冯家的小姐吗？二叔不喜欢她？不喜欢。哦，那算了，过日子还是要找个心仪的才好。二叔若是不喜欢，京中贵女众多，倒也不急，慢慢来吧。京中贵女众多，与我何干？你莫要再胡言乱语。不知又是哪里说错了，发这么大脾气。不过他马上就要走了，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见，还是顺着他吧。这银票我能弄出100两用吗？当然，随便你怎么花。我就只要100两。我以前帮布庄搬货的时候，看到一匹缎子要几十两银子呢，叫什么浮光锦还是妆花缎，我都想了3年了。二叔如今有钱了，就给我裁一件，给小桃裁一件，太母裁一件。你可以多裁几件，想裁多少就裁多少，今后都是这样。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拿给我吗？什么东西？京中气候不比边疆，其实多半也用不到。不过既然你都做好了，那便拿给我吧。二叔说的什么？西。糟了，上次量尺寸时，针线棚里确实做好了护膝和黑高毛垫子，可那是给陈秀才做的，这怎么解释？我去拿。垫子。二叔用不上那个，先放家里吧。用得上，去拿。你怎么又要走？太母，你走了，小玉怎么办？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孩子？你都多大了，鳖孙儿，你到底行不行？要加把劲儿啊！他是二郎，是二郎呀！太母，你认错人了。想骗我？你当我傻？我亲眼看到你跟他拜的堂，是不是他又赶你走了？他不要你了？你别害怕，看我不打他！转眼又过年关，二叔回京已有3个月，日子一如既往，却又有了些变化。阿香病倒了，许久没来。薛掌柜，忙着呢。是吴嫂子啊，大庙村赶路过来不容易，喝口水。不忙喝水，我就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那个之前住你们家的韩小将有信儿吗？韩小将？是啊，他走的时候也没留个话。这一聊才知道，韩小将等人住在大庙村的时候，没少吃人家吴寡妇送来的饭菜。这个杀千刀的，把我给睡了。什么？他还承诺要娶我，
结果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就偷偷摸摸走了。吴嫂子，我不由得不说你两句，你怎么能信他呢？那韩小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男人。嗨，男人有几个好的，我不管。他承诺了要娶我，就是躲到皇帝老爷那里，我也得把他找出来。找出来又怎样？他要就是不肯娶你呢？那我就阉了他。寡妇就是牛，敢去京里阉人，不愧是吃过咱们家2个鸡屁股的人。你说什么？吾辈之楷模，了不起！今天没去私塾？秀才公不是准备考试去了吗？新来的教书先生还没到。那去后院把碗洗了。好。阿香病了有些日子了，实在忙不过来，铺子里招了个跑堂伙计，得空去看了阿香。回来的路上，顺便去京云布庄买了2匹布，是我心心念念的浮光锦，光彩动摇，观之炫目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赵大叔来了。赵大叔，您怎么？小玉，大叔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家阿香吧！赵大叔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，快坐下慢慢说。阿香近来很不好了，今日又请了个大夫来看，大夫竟然说是心病。前几日见他消瘦的厉害，唇无血色，他还骗我说是气血虚，我也只当是累着了。二郎再不回来，他怕是好不了了。二郎，阿香喜欢裴二叔，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赵大叔和裴老爹是老相识，从前赵大叔经常带年幼的阿香来吃豆花。混账东西，又去哪里鬼混了？你看看人家大郎就知道读书，你呢？整天跟城西那群地痞流氓混在一起，你要气死我啊！知道了，爹，您轻点儿，耳朵要掉了。笑个屁！裴老爹其实最想把手艺传给二郎，可惜二郎实在难以管教，他便想着日后寻一个厉害的乐丈给他，这乐丈就是赵大叔。曾经的赵大叔是个威风凛凛的捕快，得罪了不少地痞流氓，直到有次阿香被绑，他才慌了神。阿香的腿被地痞打折了，他们还要欺负阿香时，被经过的裴二郎看见了。裴爷，别多管闲事，赶紧滚！爹，我打死人了。后来二郎去了军营，赵大叔对外称阿香的腿是在家门口摔瘸的，可二郎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。过了几年，裴伯伯死了，再没人提让阿香给二郎做媳妇了，阿香成了瘸子，也配不上二郎了。后来阿香孤注一掷的把嫁妆钱拿出来开铺子，只为了这唯一能接近他的机会。他等了3年半，终于见到了二郎。二叔，你还记得不？这是赵大叔家的闺女阿香姑娘，咱们这铺子多亏了她把嫁妆拿出来才开得起来。有劳姑娘费心了。他曾为她杀过人，可他似乎忘了她是谁。绷在阿香心里好多年的那条线断了，线断了，人就突然泄了气。二郎走后，他就病倒了。犟啊！我早就跟他说过，别说二郎如今成了大将军，就算他是个普通的兵，咱们也配不上人家了。二郎那样的人怎么会娶一个瘸子？我想着就让他折腾吧。这么多年了，不见二郎一面，他不会死心。可我没想到，见到了人，他不仅心死了，连人也撑不住了。康王涉入长安军火走私大案，京中官场清洗，想必他忙得脱不开身。二品武官，前程似锦，短时间内，二郎怕是回不来了。阿香姐姐，不就是个男的嘛？你要学学我们村的吴寡妇，得不到就阉了他。瞧瞧，特意选的碧霞色，穿上跟披了云彩似的。快起来试试，喝碗鸡汤。今晚咱们去周桥看灯会。不去了，浑身没劲儿，实在起不来。阿香，玉娘，这衣裳真好看，可惜我出不了门，你能穿上给我瞧瞧吗？出不了门就留着以后穿，先把鸡汤喝了。我喝不下，
心慌的厉害，我也想活，可我好像真的不成了。玉娘，穿给我看看吧。嫂子，你哭什么？阿香姐姐要死了吗？她方才说的难道都是遗言？她说我穿这身像披了云彩，让我替她去看看周桥的灯会。她好像撑不过今晚了。那不是我二哥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回来了？二叔可来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怎么了？先别哭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原来阿香姐姐得不到的人是我哥。从赵大叔家出来，我已经情绪稳定下来。不知裴二郎在屋子里跟阿香说了什么。出来的时候，他脸色便不太好看。二叔，你怎么了？阿香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他这是心病，淤堵不通，大夫说还需新药来医。写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就是为这事儿。是啊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是吗？我不一样，我快蠢死了。你怎么会蠢？你可是朝廷的二品大员，你要是蠢，圣上也不会要你。二叔，我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？没有，这是你新裁的衣裳。100两银子才买了3匹布，太贵了。不贵，物超所值，很好看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好看，可我还是肉疼的不行。临了又跟那掌柜还价，多拿了他1匹上好的素绢布，他还不乐意。他方才说什么来着？很好看。二叔，天不早了，咱们赶紧回铺子看看太母吧。不急，我方才看过他了。啊？精神很好，手劲儿也很大。他又用拐杖打你了？多年未逛过灯会了，带我去桥西走走。我还得回去照一下太母。有小桃在，不用担心。也是，那二叔请。快看，那姑娘穿的是可不是吗？这可是……这衣裳太惹眼了，背后那道视线更是让人如芒在背。疼吗？我背你。不用，二叔扶我一下即可。玉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崴到了脚而已。秀才，这是我家二叔，今日刚从京中回来。裴将军，二叔，秀才公原是咱们小桃的教书老师，如今考过了乡试，3月里就要入京赶考了。春闱应在2月，为何3月里才去京中？原是在2月的，只是今年年关朝中多事，圣上前不久下旨将殿试改到了5月里。秀才，3月春闱也应准备出发了，东西可都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，该带的都带了。乡试时正值天寒，如今已然回暖，顾惜便不再带去了。倒是玉娘你做的那只黑高毛坐垫甚好，我带上了，考试时可放在冷板凳上。那个，秀才你先回去吧，我站着有些累，今日不多聊了。哦，好，那你记得敷下脚，不然明天走不成路了。进屋吧。其实秀才并非有意献约，他中了举人，前几日便同我商议过，想在进京前将我俩的事定下。所谓定下，自然是要知会裴家家长，也就是二叔。放弃书他早就签给我了，我要嫁秀才，既合情也合理。可为什么我心里这么虚，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呸！没偷没抢，偏要下雨娘要嫁人。大将军家的寡嫂不想守监，有什么丢人的？只是二叔这次回来，总觉得怪怪的，让人心里没底。不管了，
明日见了他，就跟他说这件事。谁？我。二叔，何事？我拿了药酒，你把脚敷一下。哦，好。既然他在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把秀才的事说了。二叔，有件事，二叔要出门。去哪儿？江征县。怎么刚来就要走？这趟出来本就是为了公事，只是恰好途经夺州来看你们一眼。天都那么晚了，二叔一路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要紧事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我倒是有桩要紧事要问你。先前拿给我的护膝和口袋垫是做给旁人的？是。为何要给他做那些？想清楚再说。秀才人很好，以前帮过我，在私塾待小桃也不错，而且人家无父无母，上次因为风寒耽误了考试，所以我才下不为例，以后不许再做给他。迟钝如我，似乎终于反应过来，二郎待我有些奇怪。不是，二叔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不急，等我回来，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玉娘，你可跟家中二叔说了咱俩的事？还没，这次等他回来就说。我感觉裴将军似乎不喜欢我，但你放心，待我这次考取功名，兴许能令他高看一眼。那你好好考。我会的。望着秀才渐远的背影，我才忽然想起，二郎离开也整整1个月了。阿香近来身子好了许多，已经能够出门走动，来铺子里帮忙了。阿香姐，放着我来，这种粗活不用你动手。我身子已经大好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阿香，怎么了，玉娘？裴二郎之前跟你说了什么？倒也没说什么。那天我看他神色严肃，他只是看着我，淡淡的说：“当初我救你，是希望你活下去，为你自己活，而不是把指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”玉娘，你家二叔说话真的太狠了。他还说，如果料到我今日这样，当初便不该救我，反正是要死的，多活这些年做什么？我突然就哭了，哭完之后好受多了，心里竟然不堵了。唉，他是不堵了，这下该我堵了。嫂子，你心里也有得不到的人了吗？别怕，是我。二叔，你吓死我了！抱歉，事出紧急，快穿衣出门，去距离云安县数百里的郊外凉亭，接一位身穿镜子鱼袍的萧姓公子。现在？现在，马车为你准备好了，就在铺子门口。哦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别害怕，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只需去这一趟即可，不会有危险。我不懂他在做什么，但他是将军，做的必然是大事。我没能耐，听话便是。二叔放心，我一定把人接来。裴将军何在？公子待会儿便知，快跟民妇走吧。娘子是裴将军什么人？民妇是他家中寡嫂。萧公子还挺谨慎，问完之后方才上了车，一路回了云安县城。到了铺子门口，已经是丑时了。我想了想，在门口挂了歇业的牌子，这才叫萧公子下车。二叔，贵客到了。二叔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二叔，你别吓我。二叔，别慌，快去请大夫，他伤得很重。好，大夫，我去叫大夫。太子殿下，臣无能让您受惊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人竟是当今太子！我这等市井草比，竟见到了国之储君。薛娘子对孤有恩，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殿下折煞民妇了，民妇
父愧不敢当。起来吧。眼看着他们似乎还有话说，我赶紧找个理由逃跑。民妇去给2位贵人沏茶。裴将军可是那些刺客的来历。年关内庄贩卖军火案，牵连出一系列贪污受贿及谋逆案件。太子奉命南下查案，圣上指派了裴将军跟随。结果刚查出一些眉目，就有大批刺客上门，欲诛杀当朝太子殿下。一路逃亡，到了陶州郡，又遇一场厮杀。裴义不惜以自己为靶子引开杀手，并与太子约定，在距离云安县城数百里之外的凉亭会合。太子已经在那里等了他2天，劫后余生贵为太子，也不免唏嘘庆幸。那些刺客的来历，江都提辖、幽州刺史，皆听命于康王殿下。吾知道冯继儒对你有提携之恩，朝党纷争，你乃新任职的朝廷大员，并不愿卷入其中。殿下，臣只战天子。何为天子？正统即天子。哈哈哈哈！好你个裴义！殿下放心，臣已将那帮刺客全部诛杀，并知会了亳州郡府台大人。韩英正率丈人赶来护驾，殿下择日便可平安回京。自己被护送回京，裴二郎因伤势未愈，留在家中休养，可能会有点疼，二叔忍着点儿。无妨。那日我去接人时，二叔分明还好端端的，怎么一回来就受了这么重的伤？难不成我走后，铺子里来了刺客？没有。那这伤，你故意的？算是吧。为何？你不要命了？天大的事，也不能对自己下如此狠手呀！万一有个好歹……嫂嫂心疼了。当然，我是你嫂子，自然是怕你出事的。那脸红什么？二郎，你莫要胡言乱语。玉娘，二叔，我有事要同你商议。上次你见过的那个秀才，多年来对我颇多照顾。你也知道，我与你哥刚成婚，他便去了。这么多年操持，我如今已经20有1了。我觉得秀才人不错，想嫁给他。二叔放心，秀才说了，成了亲咱们还是一家人，我可以继续做营生，还能照顾小姑。日后你在京中安顿好了，可以将太母和小姑带去。若是他们不想去，继续跟我生活也是可以的，怎么着都成。嫂嫂可想清楚了？清楚了。好，你等着。自从那天他咬牙切齿地说了句“你等着”，我就一直提心吊胆。这些天，他的伤好了，脸却越来越冷。二叔的伤快好了。快好了。看他的眼神如狼似虎，我赶紧逃。嫂子，我哥是不行了吗？你脸怎么这么白？裴小桃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我不说话，可不就成了哑巴？你没事做是吧？去厨房烧灶，我待会儿要熬卤汤。好，这就去。小骗子，又跑开了。我来吧。啊，那二叔来吧，我去把盆里几件衣服洗了。你出得去？二郎，你放开！裴义，你疯了，放我下来！想嫁人了？我比那秀才强多了，你试试。二郎，我是你嫂子。我知道。兄死叔舅嫂是要判绞刑的。在担心这个？市井百姓或许没人管，可你不同，你如今是京官，皇上眼前的人，多少双眼睛盯着你。你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若因为这种事身败名裂，我是死也难辞其咎。眼看他高楼起，绝不能因我而楼塌。不行，我们不行，谁都可以，就我们俩不成。我只问你想不想嫁给我，只要你想，什么都无需你来担忧。我不知道，我已经答应了嫁给秀才。
方才我没听到，再告诉我一次，你要嫁给谁？想清楚了再说。嫁你，我想嫁你，二郎，你饶了我吧！你自己说的，可不能反悔。门锁了。不关我的事儿。咦，谁把你们锁起来的？太母人呢？门口晒太阳呢。我去帮他吹吹剑。年后，裴家的豆花铺子转手给了阿香，3合油的方子、卤汤秘方也都交给了他。裴二郎从京中回来，接我们过去。二郎，姐姐求你，你把战娘带走吧，把她也带去，今后再不要回来了。我事务繁忙，顾不得照顾家中。看来朱家知道从二郎这里捞不到好处，便拿这对母女撒气。裴梅自己能忍，却舍不得女儿受苦。大将军，我不忙，我可以照顾家中。好。回京路上，我便一直在想，秀才自从入京赶考，仿佛失踪了一般，半点消息也没了。问了裴二郎，他又是一声轻笑。总会见到的。直到在京中见到了已经成了礼部侍郎女婿的秀才，我才明白二郎说的话。据说这媒还是裴将军保的。你怎么干这种缺德事呢？专心些，不准想别的男人。可那是……即便是我做的，他若没有那个攀附权贵的心，谁还能按着他入洞房？当初毅然决然要上京的吴寡妇也成亲了，肚里都有娃娃了。韩小将整天忙前忙后的跟着伺候，对此小桃还有些幽怨。嗨，他怎么没阉了他？这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来京中也是为了成亲的，太子作保，皇后指婚。当今皇后非说我长得像极了她已逝的小妹，一见如故，便收我为义妹，还改了她娘家的姓，叫邵玉。从此，薛玉这个名字只存在于远处的陶州郡云安县了。裴将军下朝为妻子画眉，我也不知忽然想到了什么。你是故意的？夫人什么意思？你早就盯上了我。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乖，晚上告诉你。力气越来越大了，甚好。